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这条视频啊，只要你花上3分钟的时间看完，就能够让你收获一套非常厉害的减肥秘籍。咱们说啊，胖人是越胖越难减，为什么这么说呢？体重大了以后啊，很多的运动啊你是做不了的啊。如果你强行去做，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膝盖啊首先受不了。第二个啊，如果体重过大，那身体里面的湿气啊会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一种单纯的肥胖变成了湿胖，这种肥胖啊是非常顽固、非常难减的。那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身边啊有一位47岁的大哥，身高1.72米，体重200多斤，看起来啊是非常的胖。他最疯狂的时候啊是在减肥上面，一年就花掉了3万多，而且这3万多花下去以后呢，体重稍微往下降了，但是卡到一个点，就是在190斤的时候是怎么样也降不下来，然后慢慢的失去了信心，体重又恢复到200多斤，甚至比原来还要再重上一些。那现在呢，很多运动他也知道做不了，这个身体的健康也在下滑，比如说高血脂啊、高血糖，他都有。那怎么办呢？无意之间啊，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我的这个经络减肥法。我们都知道经络减肥法，首先是疏通经络。第二个呢是帮助我们身体啊排出湿气，第三个啊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定的运动功效。那么这个大哥就跟着练了，最后给我的反馈啊就是平均下来每天啊都能接近瘦1斤，现在啊非常有信心。好了，今天呢咱们也不藏着掖着，就把这套经络减肥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在减肥路上一帆风顺。那么在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疏通经络，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非常的耐用实用。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拍打我们的三阴交和我们的大椎2个点啊，同时拍打，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变成易瘦体质。那么这个三阴交啊，是在我们的内足踝上方啊，大概3寸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我们的大椎啊，在我们的后面啊。然后呢，这个动作我做一下给大家看啊。首先，你看1、2、3啊，做的时候啊，我这个慢动作演示，身体啊，你看躯干有一个微微的啊旋转啊，来1、2、3、4，你不要感觉这个动作啊做起来简单，其实呢，你如果跟我练一会儿啊，我们就按1分钟为1组，每天你在家你就做一个3组左右，做一会儿你这个心率啊，包括你的这个出汗就慢慢出来了。平常很多人啊反馈啊，自己夏天啊都不容易出汗。这个动作只要一做啊，这个汗啊就开始哗哗的往外流啊。这个呢，其实就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排湿。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腋下要充分的打开。很多人做一个错误的，很多人做的时候就是这样敲。第一个呢，腿抬得不够高；第二个呢，啊，这个手呢也没有完全打开。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腿尽量抬高，手打开，把我们的腋下啊极拳这个位置啊完全的暴露出来啊，就这样去做，很有节奏的做。如果呢你感觉慢，你就做快一点。啊，带一点轻微的弹跳，啊，这样去做，非常的舒服啊。经常做一做，这个整个气血啊都能给你打通。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居家超慢跑，这个动作非常的经典，不仅可以通过运动啊打开我们的代谢之口，让我们的代谢能力啊大幅度的提升，帮助啊更快的代谢掉身上的脂肪。同时啊，在我们跑的时候啊，它能疏通我们整个后背的膀胱经，打开我们身体当中排毒的一个通道啊，疏通我们的膀胱经。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啊就不拿拍子演示啊，我们做一个什么呢？俯身，小腹微收啊，然后手摆动。你看做的时候一直是脚尖点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脚后跟啊抬起来啊，然后来就这样去做，先这样去做。好，如果我们把拍子带入了以后是怎么做呢？看好啊，俯身啊，有规律的进行一个敲打。它这个敲打是哪里呢？看，敲打的是我们的一个腘窝啊。它整个过程当中啊，你的手是根本不需要发力的，而是通过什么呢？这个腿部你看往后一个迎击，手自然往前一个迎击，正好就敲上去了啊。再来，你看啊，就敲上去了啊。所以做起来是这样啊，从后面演示一下。好，不同的角度啊，我们从正前方看一下啊，非常的舒服啊，侧边非常的舒服啊。如果我们很多人啊感觉这个运动啊，感觉好像运动量不够，其实你错了啊。你就啊做上1分钟，你就会发现啊小腹啊发酸，小腹里面啊像火烧一样的感觉，而且啊心肺功能啊，我们的身体状态啊慢慢的就提升过来了，身上开始出汗。第3个动作啊是疏通我们的带脉和我们的大腿。咱们都知道带脉有很好的瘦腹减脂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再通过你看这样去摇动啊，疏通我们的带脉。我们左右啊就这样去摇啊，摇是什么呢？摇胯啊。
也叫做摇中脉啊，就这样去摇。然后同时呢，我们配合一个手臂，你看这样去击打，小腹内收啊，小腹一定要内收，去摇一个30秒左右，开始慢慢的把拍子往下移。你看，移到哪里呢？就移到我们的大腿的内侧啊，整个大腿啊正面全部给敲打，移到下面。好，然后慢慢的再开始30秒，敲打我们的带脉啊，带脉一定要是看慢动作，1、2、3、4啊，敲打过来。小腹在敲打的时候，你会保持一个什么呢？就平常啊，很多人肚子还不收啊，肚子挺出来，但是你在敲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肚子往内收，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加上带脉本身自带减肥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就一边敲一边摇，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拍子再往下疏通我们的下面，再慢慢的来看我们的带脉的疏通，再到下面啊。好了，以上的3个动作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络减肥法。这3个动作你去做，不仅可以通经络，而且呢还能很好的减肥。包括对于我们的膝盖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很好的帮助我们从内在去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肥胖。身体里面比如有血脂高的、血糖高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做。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咱们的拍子选择2把是最好的千万不要选择1把。1把的话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打，而2把的话咱们才能编排起来动作，对于你的帮助才能达到一个最大化。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大家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到。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运动。中医上面说动则生阳，适量的运动对于咱们30岁往上走的这种人群呢，它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对于这个心肺功能能带来积极的改善，血液的一个供氧能力也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同时走路呢，或者说是慢跑，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放松心情，释放一天当中生活的压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样去走路，既可以去锻炼的更好的锻炼咱们的身体，又可以去减肥，还能去让我们的这个腰背颈椎变得更好。那么其实走路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靠2只腿在走，但是呢，更好的走路就是不单单是靠腿，同时咱们还可以把手举起来，往上举。当我们把手往上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会处于一个极度拉伸的状态，你的脊柱是处于一个伸展的状态。同时，因为我们在往上伸展，我们的腹部和胸部的一个空间呢，也会得到极大的压缩，这就会导致了我们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肌肉，去控制我们的负压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手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你的腹部和你的胸部一定要有强烈的这种伸展感。那我们举过头顶以后，慢慢的把脚往前迈来回往前迈。那这样走的时候呢，你的腰部和背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好的有一些强烈的拉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就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前期切记一定不要走太快，因为走得太快以后呢，很容易就是你找不到这种发力感。我们讲究运动呢，一定要以这个发力感为中心。找到了这种感觉以后，我们慢慢的可以调一下我们的步子。好，我们再来试一下我往后退2步退2步以后，然后呢，我把手举起来。好，举起来以后我慢慢的往前走，对，慢慢的往前走。好那这样走的时候你的这个背部就会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们每天去走一个3分钟到10分钟，就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很好的把你全身，包括后背以及我们的腹腔的一些这些肌肉都给刺激到，同时对我们的内脏系统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改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大伟那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咱们的经络减肥视频发出去以后不到1个月就收到了300多个粉丝朋友们的私信反馈，而且呢，今天更是收到了一位重量级的71岁的一个东北大姐的一个私信她告诉我说呢，她自己原来就有3高，而且呢，因为比较懒，所以呢，就是想减肥，就是因为有3高嘛，她如果不减的话，对身体肯定不好，所以呢，一直想减去身上的肥胖，但是呢，由于自己也比较懒，一些呢年轻的运动动作，她自己也做不了，所以偶然之间就看到了咱们的经络减肥视频，她就跟着去练了不到1个多星期，她现在的
的腰围啊已经明显的小上了一圈。最关键的是呢，他体重还下降了1斤多。据他自己所说啊，体重虽然减的不多，但是自己的腰部看起来啊明显是小了一大圈，感觉全身上下都特别的轻松。所以呢，他让我啊赶紧再出一些经络减肥的一些动作教学。好了，今天呢咱们话也不多说，我把这个经络减肥的动作教学啊进行了一个增加，那么大家跟着去练，也一定能让你的体重啊蹭蹭往下掉。对于体重基数大的朋友们来说，一天瘦上1斤也不是什么困难事。好了，我们直接看一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动作开始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结实，以及非常的耐用，居家备上2把啊，既能减肥又能强身健体、通经络，非常的实用。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啊，叫做绕腹击打啊。这个动作啊是专门去瘦咱们的小腹的啊。通过我们的绕腹啊，去激活我们整个腹内的一个肌肉，同时啊，加强我们内部五脏的运化，还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啊打通我们往下面走的一个气血通道。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啊？你看1、2，大家可以看3、4、5、6啊，它是做一个迎合。什么叫迎合呢？你看这个胯部啊转过来，拍子一打上去，2、3、4啊。我们做的时候切记一点啊，身子啊千万不能僵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拍子的运动啊，很多朋友看出来啊是什么？靠惯性啊，看1、2、3、4啊，是靠惯性去击打，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很僵硬的去做啊，完全是靠手臂的整个力量去带动，这样的话呢就不好了。我们需要做这个动作啊，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胯部的扭转，带动我们的上半身一个旋转，你看打上去。完全是靠我们的惯性啊去拍打，通我们的一个这个通道，打通我们的一个带脉啊，非常的好。不仅啊去把我们的胯部去灵活了，同时呢开我们的整个脊柱，还能够啊去通过我们的手臂拍打去灵活我们的肩关节。所以这个动作它更有效的针对于我们腹部的减脂，促进我们下肢的一个气血循环啊。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去练上一个200下左右啊，做完以后一定要感觉里面有深层的发酸的感觉，而且这个酸是非常舒服的酸，大家去练一下试试看。第二个动作呢是去拍打我们的大腿后侧啊，在这里呢很多朋友会疏忽，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体型肥胖的人你去摸他这个大腿后侧，他这个脂肪堆积的是那种泡泡的脂肪，而且它有一个小窝一个小窝的，你把这个脂肪就是用劲一捏，你会发现有一个小窝有一个小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人很多都是长期久坐，而且呢就一坐上半天，这里呢长期被压着他气血不通畅，脂肪代谢不掉，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堆积。所以呢，我们大腿后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得把它给拍通。这个拍通不是用手这样去拍这样去拍你也难受，你也够不着。怎么去做呢？你看半蹲身子半蹲，你让拍子往后举，看起来1、2、3、4、5、6它是做了一个迎合很多朋友会看我们做经络拍都会讲迎合，为什么要迎合呢？腿往后你看一蹬的时候，这个手往前，自然就拍上去了，你不用刻意的去拍，你只要把手动作做出来，它就打上去了我们再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看1、2、3、4、5、6。至于你拍打在哪里呢？我们通过手腕的调节，比如说我这个手腕往下斜一点，那我拍打的地方可能是我的腘窝，对吧？你看手腕往下斜，那打在腘窝上我手柄往下拿一点我可能打在小腿上，看是不是打在小腿上我这个手腕只要往上这么带一点点，你看打在哪里呢？我再拿短一点，你看这个间距也是有讲究的，拿短一点，我一打在我们的臀部所以呢，这个手怎么去拿打哪里？你最好呢就是从下到上自己调节角度，你自己多练练你就知道了。那哪里要去打，哪里打得舒服你自己会有感觉。我们这个动作去做一个30下为一组，每天你去练上一个3组就是专门去击打我们大腿后侧这样去做，这样去做呢可以很好的你看
练我们的腿部，也能够算是一种运动啊，提升我们的一个代谢。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个经络给打通，自然而然啊，腿部也会瘦下来，然后你的这个臀线啊也会出来。那么如果说前面讲的第一个动作主要是瘦我们小腹，第二个动作主要是瘦我们大腿后侧。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一个真正的锻炼全身、瘦全身，并且加快全身的气血循环的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动作也非常简单，叫做空中画圆通肝胆啊。首先我们讲一下动作的一个摆放姿势啊，腿打开啊，打开以后，你看一个手是把拍子放在我们小腿的中段，另一个手呢把拍子放在我们大腿的中段啊，形成这个姿势。你拍打下来也是在这个位置啊，大家注意看一下。好，我们把拍子放好，你看腿分开，分大一点，看身子往一侧歪，然后把这个手举起来到另一侧，一拍下来，2、3、4、5、6。手在空中画的时候，它就能很好的拉伸我们的整个背部啊，然后呢再拍打在我们的腿上，通过腿部的一个力量的承压，然后再把它起身，这么一个过程呢，就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腿部啊，加快我们整个气血循环。同时呢，在进行身体两侧摆动的时候啊，它又加强了我们腰部肌肉的一个锻炼，去瘦我们的一个小腹，瘦我们的肚子。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啊去做上一个左右各20下为一组，一天做上一个3到4组就可以了。那么以上3个动作做完，大概需要花费5到10分钟的时间。换而言之，每天花上5到10分钟，就能让你的代谢能力啊提高，包括我们的体脂率啊下降啊，减少身上的一些赘肉。所以呢，这个动作啊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经络拍啊，我不建议大家去简单的选择一把，因为一把呢它简简单单的只能做一个被动的敲打，它无法编排动作。那么2把经络拍呢，它是可以编排成整套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练。包括呢，如果说你减肥上面有任何的突破啊，或者有任何的疑虑啊，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找我，或者私信里面问我。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那以后呢，就点开以后每天点开，跟着我的视频啊一起去练。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那么谢谢大家。大家好，减肥遇到平台期是一件非常令人烦恼的事。无论你去做什么运动啊，无论你的饮食怎么样去控制，你的体重啊，它就一直保持在一条线上面，啊，不上不下。那这种状态呢，有的人可能维持了几个星期、1个月啊，把这个状态给破除了，那体重会有一个飞速的下降。有的人呢，他可能维持了半年甚至1年，还在这样一个状态，甚至到最后他完全放弃了啊，运动坚持不下来，体重又飞速的增加。所以平台期的突破呢，一直是一个减肥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只要你学会突破平台期，那么你的减肥路上一定会比别的人要顺利非常多。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欺骗法。欺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身体遇到了平台期，体重不掉了，我也尝试了一些运动增加啊，以及一些饮食上面的控制，但是都没有用。那怎么做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欺骗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回归到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去吃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随便你去吃，让你的体重在大概3到5天之内得到一个小幅度的增长。比方原来120斤，我在这个时候我不但不减肥了，我还要去吃到一个123、124斤，长个3、4斤。在3到4天左右吃的时候，体重会飞速的上涨啊，长个几斤以后，这个时候一下子把原来的这个训练啊，再把它增加上去。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吃个3天，然后再去练，因为在这3天左右，你就当做给身体一个休息的时间，它的心肺功能整体综合的素质不会下降啊，所以你放心去吃。吃完3天以后，体重有个轻微的上涨以后，立马开始把原来的强度进行小幅度的增加，那么很容易就把平台期给突破了。这是欺骗法，大家好好运用一下。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改变你的运动状态。我们身体啊是适应能力非常强的，它会适应你的一种运动。如果你的运动状态一直是在一个重复的样子，比方说我每天习惯于30分钟的跑步，然后20分钟的一些心肺训练，刚开始会很累，
我坚持1个月以后，我会发现这些动作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不是那么的累。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还能减肥呢？减肥的效果其实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把它调换一下，我们先进行20分钟的一个心肺训练，再进行30分钟的跑步，你会发现同样的动作，但是你会比原来要累很多。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适应。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运动的一个状态，让身体处于一个非常不适应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你的身体为了去应激你这种运动，它就会被迫的做出改变。那这种方法也是适应于平台期的一个调整所以训练方法要经常换，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如果你不换方法，身体一旦适应，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反馈。好，第3种呢，就是改变你的饮食。改变饮食是什么呢？比方说，原来我一天吃3顿3顿都控制的特别好，但是呢体重也不掉。那么我们改变饮食呢，我们把它一天变为5顿就是说你早上7、8点钟吃1顿，然后10点钟吃1点，然后到1点钟样子再吃1点，然后到4点钟再吃1点，然后5点钟样子、6点钟样再吃1点，每次呢只吃一点点这样把你原来的一个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我把它分为5餐到6餐这样去吃这样去吃有什么好处呢？会让你的整个身体上面就是这个热量得到更缓慢的释放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能量始终缺乏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也是能很好的去突破平台期。那么你也可以尝试第2种和第3种方法的结合，不单单去改变你的运动，同时去调整饮食。那么这样的话，成功率会更高，会更快的去帮助你在减脂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小的捷径那第1种欺骗法呢，它是属于一种不能常用的方法，它是对于顽固性的一个平台会比较管用。那么这个呢，也是要在你坚持了很长时间的运动水平的基础上去使用。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3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们快速的去冲破平台期。我是 David， 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给你们带来帮助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喜欢道家养生的朋友们这个不老功你一定要了解。所谓不老功它可以说是道家的一个绝活，但是它并不是真正让你不老，而是极大的延缓你衰老的速度。它以内调为主，内调我们的五脏，促进我们全身气血的一个循环，而且呢，通过独特的体式达到强身健体身体塑形这样的一个目的。对于女性而言它能更好的补足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抛去一些身体当中过重的寒气，而且呢，经常练习能让你的形体条子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苗条。好了，咱们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也非常的简单，每天就跟着练一练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了。好了，咱们接下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从步法上面就有要求脚是一个丁字步，你看。像一个钉子一样我们把腿并拢在一起，大家注意看这个姿势。然后呢，收腹挺胸双手是什么呢？合在一起注意看是整个手臂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注意看来微微的蹲下，不用蹲很深咱们只要微微的下蹲就可以了来下蹲，蹲下以后呢，我们站起来，站直。然后把手微微的向上伸，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个腹部一定要收紧手向上伸，伸过头顶以后，你看手打开，伸展开来，向下，好，再回到起始的姿势，再慢慢起来，眼睛跟着手看，这样的话你是抬头然后把手打开。好，慢慢放下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好的，把我们全身都能锻炼。我们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蹲好，起，站直，小腹收紧，手往上伸，伸过头顶，一定要伸过头顶伸直伸直以后呢，手掌打开像莲花一样所以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莲花式。好，慢慢放下来。如果我们配合呼吸的话，我们是这样做的你看，来吸气，
吐气，然后手打开的时候吸气，下去的时候吐气，这个是配合呼吸的做法。我建议大家前期先不要尝试配合呼吸，就是自然呼吸动作做慢一点，然后自然呼吸。我们把这个动作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往上，眼睛一定要看着我们的手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头可以微微的往上抬，好，把手打开你会发现做完了以后整个身体后背，包括我们的膀子它都有一种被疏通的感觉，而且这么一上一下，它就可以促进什么？我们的整个气血进行一个更好的循环。而且呢，我们在往上的时候这个小腹是强迫你去收紧，它就能够更好的塑造我们腰间的一个曲线。所以这个动作为什么叫做不老宫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苗条，显得很年轻。同时通过一些锻炼，把我们的身体关节都锻炼开来了，所以它叫做不老宫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学会了以后每天坚持去做，一天一般来说做个12次到20次就足够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的视频的支持。那么没点赞的朋友们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个超级赞。那么没关注的朋友点波关注，谢谢大家。